当地时间周三，立陶宛政府以国家安全利益为由，阻止国营企业立陶宛铁路公司与一家有中资背景的西班牙桥梁建筑商签署合约。值得注意的是，立陶宛政府这一行动发生在总统瑙塞达承认以台湾名义设立所谓代表处是错误之后，这使得中立博弈形势又变得复杂起来。而台湾当局周三又宣布投资2亿美元发展同立陶宛合作，这种当冤大头的撒钱操作，在岛内更是引发了巨大的争议。立陶宛总理西莫尼特的发言人周三向波罗的海通讯社证实，政府决定阻止国营企业立陶宛铁路公司与一家西班牙桥梁建筑商签署合约。该发言人声称，政府已经认定相关协议不符合国家安全利益。据悉，名为桥梁道路建筑公司的西班牙建筑商是一家全球性的工程、基础设施和建筑施工公司，在美国、非洲、亚洲、欧洲等地都有项目。去年6月，中国路桥工程有限责任公司收购该公司2%的股份。目前，该公司网站上已经将中国路桥列为母公司。去年12月，西班牙桥梁道路建筑公司在立陶宛中标横跨内利斯河的桥梁建造项目，但在中标后，该公司遇到的阻力不断。第一时间，立陶宛媒体便对西班牙桥梁道路建筑公司发起围攻，纷纷以其有中资背景为由，污蔑该公司会对立陶宛的国家安全利益造成威胁。随后，立陶宛政府也参与进来，战略商业交易监管委员会同样以国家安全为由，呼吁取消该公司的中标。可以呢看出很熟悉的一种样态，或者说我们可以闻到熟悉的味道。那么现在涉及到立陶宛企业，它的合作有中资背景，但是呢有利于立陶宛的发展。尤其是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应该说中方强大的这种优势是各国都认识到的。但是即使在这样的背景之下，立陶宛方面，立陶宛政府仍然在给有中资背景的企业贴威胁的标签，对这样的一种正常的合作在横加干涉。其实背后呢，我觉得某种程度可以反映出的是美国此前安全问题泛化对于美国盟友的一系列的影响。面对立陶宛方面的不实指责，西班牙桥梁道路建筑公司也据理力争。在去年12月的一份新闻稿中，该公司表示，中国路桥只是金融投资者，不会对公司的管理、开展项目、技术和商业等各个方面做出任何单方面的决定。此外，有关立陶宛项目的所有决定均将由一个西班牙团队制定和实施。立陶宛铁路公司也表示，如果政府决定不让西班牙桥梁道路建筑公司开展项目，那么项目建造的成本将大大提高。该公司发言人还说，所有这一切都意味着浪费时间，项目的价格不会随着参与者顺序的变化而降低，只会增加。另一方面，立陶宛总统瑙塞达周二才表示，该国同意民进党当局以台湾为名在该国设立代表处是一个错误。台湾周三就宣布投资2亿美元发展同立陶宛合作，这种撒钱操作在岛内引发巨大争议。据台湾《中国时报》报道，台北驻立陶宛代表处周三举办线上记者会，宣布台湾将设立2亿美元规模的所谓中东欧投资基金，投资台湾与立陶宛均认为对双方有利的产业，投资领域初步锁定半导体、生物科技和激光等领域。当天，立陶宛议会所谓友台小组主席马尔德基斯就在推特发文炒作此事，并拿台湾出口的凤梨说事。在推文中，马尔德基斯提到台当局投资2亿美元，声称这价值相当于很多凤梨，文末还不忘打上酒杯与凤梨的图案，声称台当局与立陶宛在经济上互惠合作。岛内绿媒不仅大肆炒作，还称马尔德基斯不久前刚购买了1颗台湾凤梨，曾在社交平台发布与凤梨的自拍合照云云。我们台湾有的时候就把这一些这个外国人稍微有一点点善意，就认为是好像对我们非常友好。比如说今天这个美国的联合国大使在他的办公室里放一个台湾的熊，哇，我们就很兴奋然后我们看到这个过去前美国的国务卿庞佩奥在办公室吃一个凤梨酥，我们也很兴奋。会不会是因为被政府操作到有一点点太廉价了？就是人家只要好像买了一个台湾的东西，吃了一个台湾的食品，我们就兴奋的过度。我觉得这个态度要改变不然的话，很容易就是人家稍微示好，我们就好像要付出一堆，那当了冤大头反而不好。
连日来，油气大国哈萨克斯坦的局势急速变化，从哈政府上调油价引发抗议，到政府辞职，但局势反而愈演愈烈。从吉安组织维和部队进驻，到宣布所有地区秩序基本恢复，一切发生在不过短短几天内。哈萨克斯坦内政部日前表示，已有超过4000名恐怖分子被逮捕。而在周六，哈萨克斯坦国家安全委员会前主席马西莫夫涉嫌叛国罪被捕。该国首任总统的顾问叶尔迪斯巴耶夫就指出，部分官员和执法人员的背叛，正是造成此次大规模骚乱的原因之一。继吉安组织火速驰援哈萨克斯坦之后，上海合作组织地区反恐怖机构理事会周六发表声明称，对哈萨克斯坦局势表示严重关切，完全支持哈领导层为了保障公共安全、维护宪法秩序而采取的综合措施，并准备应哈萨克斯坦相关机构的适当请求，按照上合组织成员国的既定程序提供必要的协助。周六，该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前主席马西莫夫涉嫌叛国罪被捕，据悉和他同时被捕的还有其他人员。现年56岁的马西莫夫自2016年以来一直担任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苏联解体、哈萨克斯坦独立后，马西莫夫供职于哈萨克斯坦对外经济联系部，此后又转入金融界，推动该国银行系统的电子化建设，并借此打入了与该国高层亲属关系密切的金融界精英圈子。获提拔进入内阁后，马西莫夫先任运输和交通部部长，曾负责引入外资筹办阿斯塔纳航空公司，后于2001年以年仅36岁的纪录成为哈萨克斯坦最年轻的副总理。由于受到时任总统纳扎尔巴耶夫倚重，马西莫夫更是2度出任总理一职，任期共达7年之久，被视为哈萨克斯坦中生代的代表性政治人物之一。从国际来看，吉安组织已向哈派遣维和部队，上合组织也进行积极响应，因此预计哈萨克斯坦不会陷入长期的动荡不安之中。好，相关话题马上来连线特约评论员张思南。张先生你好。那么，2022年1月7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致口信。那您如何来看待中方此次针对哈萨克斯坦骚乱的表态呢？主持人好，我注意到中方对哈萨克斯坦骚乱的表态存在一个渐变的发展过程。1月6日，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表示，这是哈萨克斯坦内政，相信哈当局能够妥善解决问题。1月7日，汪文斌指出，哈萨克斯坦正在出现的是暴恐行为，中方支持一切有利于哈方尽快平息事态的努力。当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致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的口信中明确：第一，近日哈萨克斯坦发生的是大规模骚乱；第二，哈当局为迅速平息事态而果断采取的有力举措，体现了对国家和人民高度负责的立场。有外媒宣称，中国的姿态发生了某种突然转变，我认为这是不准确的。中方是在自身的政治逻辑之下，惯例性的留有余地。一方面，此事事关边境邻国和新疆发展的长治久安，需要一定的时间来收集信息、审慎研判；另一方面，此次骚乱明显超出了哈萨克斯坦一国一境，升级成为了某种区域问题，不可不慎。你有想过为什么是哈萨克斯坦吗？目前国内舆论普遍认为，此次骚乱是美国向哈萨克斯坦输出颜色革命，目的是在俄罗斯腹地一带制造压力，以此为乌克兰问题制造博弈筹码，同时还可以威胁中国新疆的繁荣与稳定，可谓是一箭双雕。但我认为还有第3雕，那就是诱使中俄交恶。哈萨克斯坦的地理位置很尴尬，地处中俄之间，是事实意义上的缓冲国。此前，哈萨克斯坦长期在中美俄之间试图维持一种战略平衡，但在此次骚乱之后，随着以俄军为主的吉安维和部队开进哈萨克斯坦，乱局将以何种方式结束？哈萨克斯坦又是否还能在对外政策上维持大国间的平衡？很难说不会考验中俄间的双边互信和战略协作。有意思的是，在近乎1年的极限施压，尤其是在去年12月，通过新财年国防法案公然鼓吹与台湾进行军事合作，鼓吹以硬实力遏制中国之后，还是1月6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印太事务协调员坎贝尔突然称，美国不寻求在印太地区发挥主导作用，并希望与中国共存。就时间节点而言，属实很巧妙。但无论哈萨克斯坦骚乱背后有着怎样波澜诡谲的大国博弈，
我认为中国表现出了足够的战略定力和判断力，对吉安组织在哈萨克斯坦的维和行动表达了肯定。因为相较于尔虞我诈的权力政治，中国更在意的是和平与发展，是区域的稳定与繁荣。正如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口信中强调，坚决反对任何势力破坏哈萨克斯坦稳定，威胁哈萨克斯坦安全，坚决反对任何势力破坏哈萨克斯坦人民的平静生活，坚决反对外部势力蓄意在哈萨克斯坦制造动荡，策动颜色革命，坚决反对任何破坏中哈友好、干扰两国合作的企图。那么综合哈萨克斯坦骚乱事件上各国的表态，您有何观察呢？我个人对美国的表态比较感兴趣。1月6日，美国国务院表示，国务卿布林肯与哈萨克斯坦外长通电话，期间布林肯要求哈方尊重宪制秩序、媒体自由，并呼吁以和平、尊重人权的方式解决危机。然后就没有然后了。就哈萨克斯坦当前的骚乱，布林肯除了价值观输出，似乎也没有什么可说的。但1月6日也是美国2021年国会大厦骚乱1周年。就这场骚乱，拜登当天在演说中强调，那些通过暴力施加他们意志的示威者，在他看来不是爱国者，而是试图否定人民的意愿、颠覆宪法的暴徒。拜登高呼，美国价值观的核心是秩序而不是混乱，是和平而不是暴力。美国社会必须拒绝将暴力作为自身的政治准则。同样的骚乱和暴力示威，不同的国家，同一天，同一个美国政府，完全不同的取态。这其中仅仅是某种价值观的问题吗？不如说是一种残忍的利益权衡。当一场骚乱发生在与美国意识形态所不同的国家，且不会马上波及美国时，华盛顿的官员会更倾向于进行价值观的传播。中国有句老话叫做“死道友不死贫道”，我认为美国则是死异教徒不死贫道，既能让异教徒在内斗中死去，又能宣扬自身的价值观，何乐而不为呢？对于这些骚乱，美国政府的关注点总是狭窄而又极端，指向示威者和部分镜头下的民众，从来都不是当地社会所有民众的普遍利益。而即便最后证明了美国所传递的价值观确有谬误，但发现的时候，这种价值观已经得到了传播，社会恶果已经酿下。就像乌克兰在橙色革命之后的持续衰退，这就非常悲哀。乌克兰人也许得到了自由，但也几乎失去了一切。中国在哈萨克斯坦问题上则不然，哈萨克斯坦就在中国的门口，我们不会允许当地的骚乱无限制的恶化，以致最后扰乱地区稳定。这决定了中方断然不会将问题高高挂起。但这是否就意味着，如某些外媒所宣扬的，中国会在某种程度上打破不干涉别国内政的原则呢？我认为，不干涉别国内政不意味着在维护区域稳定上无所作为。不干涉别国内政和捍卫自身利益从来都不是矛盾的，区别就在于捍卫自身利益时选择的是以剥削、压迫式的零和方式，还是共建共赢的互利模式。而这也就是中美在哈萨克斯坦问题态度上最大的差异。美国在意的是自身的利益得失，有必要时不惜大兵压境、生灵涂炭；不在意时则哪管洪水滔天。而中国，正如我之前所言，着眼的是共同的利益，是区域内各国的共同稳定。这也是中方历来向外所传递的信息，其中反映的这是中国作为一个国家治理哲学的核心：人民至上。在任何混乱中能够最终攫取利益的，永远不会是普通老百姓。唯有和平与稳定，才能孕育繁荣与变革的希望。好的，非常感谢张先生在线和我们分享您的观点，谢谢。再来关注岛内，解放军连续组织大规模巡逻，让台独分子坐立难安。有台媒集中报道 F-16V 紧急起飞、大象漫步等科目，却不料相关报道被岛内民众嘲讽为没见过世面。更讽刺的是，虽然蔡当局一再叫嚣所谓台军有能力守护台湾，然而据台防务部门军医局最新统计，台军目前 BMI 值超过30，属中度肥胖的官兵总数高达1万余人，一时间令岛内舆论哗然。
根据台防务部门公布的消息，2021年解放军军机累计进入台空域238天958架次。对于解放军在台海周边的军事行动，国防部发言人谭克飞大校去年12月30号在例行记者会上曾表示，当前台海局势紧张升级的根源在于民进党当局和台独分裂势力的谋独挑衅和外部势力的以台制华图谋，捍卫国家主权安全，遏制台独分裂行径，中国人民解放军义不容辞。针对台当局频频发布消息，炒作所谓解放军军机绕台架次，国防部发言人谭克飞表示，2021年以来，解放军常态环台岛组织轰炸机、侦察机、歼击机等开展巡航，常态抵近台岛周边组织多军兵种力量联合战备警巡，常态在台岛附近海空域组织联合对海突击、联合对陆打击、联合防空作战等实战化演练。实际出动飞机架次比民进党当局炒作的数量只会多不会少，目标十分明确，那就是以果断行动回击岛内外势力频繁勾连挑战一个中国原则的恶劣行径，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切实维护两岸同胞共同福祉和台海地区和平稳定。解放军连续组织大规模巡逻，让台独分子坐立不安。据台湾联合报消息，台陆军步兵训练指挥部周四对岛内媒体组织开放了机步排专精训练，其中展示的城市巷战训练场景，令岛内绿媒如获至宝，借机不断鼓吹台军战力。台媒报道称，台军对抗解放军的作战并不只限于滩头，台陆军在特意模拟在城镇中狙击行经的装甲车，同时训练中心还有解放军装备、人员识别挂图，台军官兵测考项目也包括敌军识别。为建立仿真实战场景，训练全程采用的实兵仿真接战系统与美军同类系统一样，它通过士兵和战车等装备携带的激光感知设备，可实时由计算机终端得知演练官兵受伤、击杀战损状况及各阶段战斗演练记录，协助官兵训后回顾及检讨。台媒渲染称，这一训练可大幅提升战斗、实弹射击及城镇作战能力。尽管台军方大肆炒作所谓巷战能力不俗，但在岛内媒体公布的训练照片和视频画面中，不仅基本看不到城市巷战必备的无人机，也缺乏反装甲武器和爆破装置，甚至在一次破门冲锋中，数名全副武装的台军士兵连续冲击4次未果，让人啼笑皆非。分析指出，美国陆军近年城市巷战的训练内容都是以对抗恐怖分子为主，更偏重突袭和搜查等科目。台军生搬硬套地把美军应对恐怖分子的手法用来对抗解放军，训练结果很可能南辕北辙。此外，从台军使用的武器来看，基本以自动步枪为主，不但缺乏反装甲武器，而且也没有穿墙打洞必备的各种爆破装置或温压枪等巷战大杀器，因此只能简单地沿着街道行进，几乎仍在复制2战时期的城市巷战。有岛内网友甚至直言，倘若在实战中已经被团灭。那现在都已经巷战了，说明这个部队已经是登陆了，滩头登陆已经取胜了。而巷战呢，它实际上考虑的是什么呢？就是这种就是投鼠忌器啊！如果你要打我，我钻到这个城市里边去，我躲到楼房里边去，你要打我，对吧？楼房毁了吧，所以你不敢打。还有一个，我到了这个城市里边，他有老百姓啊，我拿他们当盾牌，这种就是想法，我觉得是非常幼稚的。所以我们讲，就是这打巷战，无非就是搞台独，搞台独就是死路一条，那无非就是你死得早，死得晚。所以我们讲，你不要搞这些小聪明，或者搞这些小动作，这个是无济于事的。近期，岛内多家媒体还高调报道了一则新闻：台空军司令部周三在嘉义基地演练 F-16V 紧急起飞、大象漫步等科目，并展示价值为新台币1000万元的联合头盔瞄准系统，并称这是空军以 F-16V 战机首次对外展示大象走路科目。所谓大象漫步原为美空军科目代号，源自2战期间短时间内集结大批作战飞机出任务，沿用至现代，代表战力展现。因为同时完备大批作战飞机出勤，代表了妥善率、战力、可用兵力、战备能量等均随传随到。台媒宣称，美空军仍经常以大象漫步展现战力，甚至以不同机型相互搭
搭配。台媒的相关报道引起一些网友的关注，不少人在评论区毫不客气地说：“没见过世面的才12架，这也叫大象？”大象漫步啊，实际上呢是有意识的摆拍。对于台军来讲 ，F-16V 已经是它最先进的战机了。如果你把这些战机跟大陆比，无论从数量上还是作战性能上，你都是很大差距的。所以你摆出来，也不就是本来是想秀一下肌肉啊，我很强壮，但是呢，恰恰这个做错了，因为你是这一个是轻量级的运动员，去和一个重量级的运动员去相比，所以我觉得呢，他只是呢，给自己啊，就是虚张声势，或者是呢，这个想给外界啊一个自己强大的样子而已。讽刺的是，虽然蔡英文当局一再叫嚣不要低估台军守护家园的决心，以及所谓台军有能力守护台湾，然而据台防务部门最新统计，台军 BMI 值，也就是衡量人体胖瘦程度的常用指标超过30，属中度肥胖的官兵总数高达1万余人，一时间令岛内舆论哗然。买再精良的武器，但是没有强健的体魄，这个战力是0的。据台媒报道，台军肥胖人数之多引起台军高层震怒，一度主张要将体重超标的人列入开除对象。参谋总长震怒的好哈，这个胖真的不是好的状况。事实上，我在当兵的时候哈，也才60几公斤而已，那个时候也是很精实的啊。我是退伍后才胖的。然而，台防务部门负责人邱国正却对开除肥胖官兵一事急踩刹车。他认为要从长计议，暂不实施。此外，还有民意代表辩解称，官兵肥胖原因复杂，包括长期占夜哨使官兵睡眠不足，不是一味增加体能训练就能解决问题。台军官兵工作权仍应受到保障。BMI 值过高的，我们都有在掌握。官兵的健康也是我们的责任。它这个标准是为了你的军事作战或者军事行动来制定的，而不是说为了选美来制定的。那你这么多的人的身体不达标，说明你这个军人的素质不行，那说明你的这个训练的这个方式不对。还有一个呢，说明你的这种实际的情况，也就是你真正啊，就是假设一旦发生冲突的时候，你的这个军人的素质，就从这个身体素质就这一项就可以看出来，战斗力是不行的啊，起码是比较低的。公开资料显示，台军现役人数约21.5万，常常被外界讽刺为草莓兵。日常的贵宾式训练也令人匪夷所思。去年10月，美国《华尔街日报》就刊发了一篇关于台军现状的文章。文章提到，解放军近期在台海活动频率增加，大部分的美国军方人员和政府高官都认为，一旦开战，台湾的草莓兵难以抵御解放军。《华尔街日报》还提到，台军主要存在后备兵力准备不足和士气低落的问题。草莓非常娇嫩，压了会碎，碰了会瘪。外界用草莓比喻台军士兵，是嘲讽在家中被父母过度保护，动辄受伤的台湾年轻人。台湾义务兵原本需要服役2年，但目前只要4个月，而且训练课程简单舒适，甚至有士兵练习射击时是趴在柔软的垫子上，头上还有大型遮阳伞防晒。台军最精锐特战部队2期侦察营士兵竟然选在游泳池中展示操舟特战技能。来自台中的一名26岁台湾青年对《华尔街日报》说，自己去年底结束4个月兵役期的基础训练，主要内容是扫树叶、移动备用轮胎和除草。除了射击培训，其他课程毫无意义。另外，还有台湾年轻人分享自己1个月内每4小时就吃一顿大餐，以此增肥免服兵役的经历。台湾每年有8万人应征入伍，但只是当4个月的草莓兵，训练毫无意义。至于台当局声称岛内有近220万后备军人，台媒就指出，这些人缺乏训练，倘若发生战事，台当局能否召集到这些人，充满变数。这么多年来，在这种消费主义或者是享乐主义的这种风潮的带领之下，其实台湾年轻人很多人根本不愿意当兵，即便是当了兵的话，其实也只是为了混口饭吃。那么现在，所以我们看到很多非常奇葩的现象，在这个背后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台湾的老百姓不愿意去为台独而战。
日本近期在对外防务合作方面有不少新动向，先是和澳大利亚签署了互惠准入协定，升级为准同盟关系，又和美国举行2+2会谈，强化防务合作。然而，在这些双边关系中，美日澳不约而同地妄议台海局势，联系到美国政府近段时间不断打台湾牌，而日本一些右翼势力也频繁炒作所谓台湾有事的谬论。在这样的背景之下，美日和日澳之间的军事互动背后的盘算格外引人关注。本周，美日澳在防务领域针对性操作不断。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和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周四举行视频会议，签署了有关日本自卫队和澳军联合训练等互惠准入协定。双方在会后发表联合声明中，对涉疆、涉港、东海、南海等问题表达所谓关切，强调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在日澳升级防务关系之后，周五，美国和日本举行外长和防长的2+2会谈。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再度宣扬所谓中国威胁论，污蔑是中方挑衅升高台海局势。美防长也借机鼓噪美日加紧军事准备，以增强所谓的整合性威吓。So, to address these evolving threats, our alliance must not only strengthen the tools we have, but also develop new ones. First, enhancing alliance capabilities across all domains. Also, evolving our roles and missions to reflect Japan's growing ability to contribute to regional peace and stability. And optimizing our alliance force posture to strengthen deterrence. 在美日双方会后发表的联合声明中，宣称要合作遏阻所谓中国破坏区域稳定行径，并在必要时作出回应，并强调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不难看出，在接连2天的防务会谈中，美日澳都在拿台海局势说事。此前，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等日本右翼势力就频繁炒作所谓台湾有事及日本有事的谬论，鼓噪若台湾有事，日本和美国不能袖手旁观。日方的言论实际上呼应了美国打台湾牌的操作。日本共同社也曾爆出，日本自卫队和美军已针对台湾相关紧急情况草拟联合任务计划。美方、日方常常挂在口边的这些一些概念一些术语、一些定义、一些假设，那么谁来去论证它？谁来去证明？谁来去论证什么是所谓的威胁？什么样的行动才是威胁？中国大陆在自己周边的海域，在自己的家门口维护自己的主权、安全利益，宣示自己的主权。那么，这个叫什么威胁？所以我们就要反过来去问美方和日方，那么他们想去定义什么样的现状，又想去定义什么样的是改变现状。在最新的美日澳联动中，值得关注的是澳大利亚的角色。有台媒报道指出，日澳原本的战略合作重点主要在维和与反恐措施上。2021年6月，日澳所谓国防外交2+2对话会议确定日澳特殊战略伙伴关系后，才将台海安全纳入声明。针对日本在2天会谈中均提及台海局势，台湾中时新闻网引述专家观点认为，对日本而言，澳大利亚扮演弥补日本自卫队行动能力受限的角色，符合美国利益，其中不乏美国发挥主导作用。具体来说，日本和澳大利亚周四签署的互惠准入协定，最受关注的一条就是两国可以互相派驻军队，这就意味着60年来日本第一次允许除美国外的其他国家军队进驻日本。美方他想要去介入台海，他最为苦恼的是他离台海太远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在台海附近的一些军事基地，包括将要新建的一些新的一些前沿军事阵地，那么就可以为美方所用，这是美方所非常看重的。那么澳大利亚对他来说，是对于美国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所谓的马前卒，一个可以冲在前面的一个打手。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周五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美日澳嘴上说自由、开放、包容，实际上却在拉帮结伙，搞针对他国的小圈子，炫耀武力，进行军事恫吓。汪文斌强调，美日澳现在最应该做的是切实履行应尽的国际责任，停止挑动地区国家分裂对抗，要做地区和平稳定发展的建设者，而不是散布谣言、设置障碍的麻烦制造者。观察普遍认为，未来日澳这项准同盟关系若扩及台海，只会增加风险因素。同时我们不应该忽视，对于岛内的民进党当局和岛内的台独势力，那么这些国家不断的去加深对于他们台海的这样一种
介入啊，去强化一些具体的一些动作啊，去构建一些比较实的抓手，那么会对岛内的这部分势力会形成一个变相的一种影响、一种鼓噪、一种激励的这样的一种效应。有分析指出，借台海局势加强防务合作的背后，美日澳都有着自己的小算盘。美日挑动台海紧张局势，是妄想在地缘政治中占据优势，企图借此拉起国际反华统一战线，凸显自身领导地位。此外，对日本来说，炒热台海有事，将为其突破和平宪法精神与专守防卫原则限制提供理由，推动日本向亚洲军政大国方向迈出重要一步。而对美方来说，渲染紧张局势可以将美国军费开支维系在高位。与此同时，打台湾牌也是美国政治人物拉选票的惯用伎俩。不过，在美日澳政府妄图加强军事联系的背后，日本民间力量的反弹也不容忽视。在报道美日2+2会谈时，日本共同社就指出，虽然此举旨在加强所谓威慑力，但也有可能引发对自卫队和美军等进一步一体化的担忧。实际上，日本民间向来对驻日美军怨声载道，比如近期由于美军基地引发的日本本土新冠疫情案例激增，就成为最新的一个矛盾焦点。日本外相林芳正周四不得不专门致电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请求美方对驻日美军基地实施宵禁。在美国驻军已经是一个历史性难题的背景下，澳大利亚军队进驻日本的难度可想而知。另一方面，有媒体也注意到，日本政府和美国政府在对华表态上的温差。在2+2会谈时，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和防长奥斯汀不仅妄议台海局势，甚至将矛头直接指向中国。但在公开的致辞内容中，日本外相林芳正和防卫大臣岸信夫均未点名中国，这或许也显示了日本政府的摇摆态度。我们看到特别清晰的是，日方虽然不断的在讲台海有事与日本的安全相关，但问题我们看他在与美国的会谈之中，他在自己的各方的表态之中，始终强调自己是扮演一个未来的提供的一个所谓的战略协助的这样一个身份，而并没有把自己定义为所谓要冲在战略一线的这样一个抗中的所谓的保台的主力军的这样一个角色上。所以说，双方围绕着在一个实际的一个利益问题上，如何去进行分配，如何去进行责任的这样一个分担，所以三方还是各怀鬼胎，各怀心思。好的，马上来连线特约评论员刘和平。刘强你好，那么对于日本与澳大利亚签署了有关日本自卫队和澳军联合训练等内容的互惠准入协定，您作何解读呢？这次签订互惠准入协定后，两国不仅将提高联合军事训练和行动的频率、规模与强度，更为关心的是，还确定了可以复派部队到对方境内。也就是说，日本自卫队可以驻扎在澳大利亚，而澳大利亚的军队也可以驻扎在日本。这是美日与美澳军事同盟才能享受的待遇，同时也是澳大利亚继美国之后第二个跟日本签订类似于正式防务条约的国家。因此，我们基本上可以断定，这个协定的签署意味着日本与澳大利亚之间已经进入了准军事同盟状态。除此之外，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与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在举行视频会议之后，不仅发表了一份共同声明，对涉疆、涉港、东海、南海等问题表达了关切，并再度强调了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而且更为关心的是，双方还对尽早修订2007年签署的日澳安全保障共同宣言达成了共识。因为2007年签署的宣言主要是针对的所谓来自朝鲜的核武与导弹威胁，并没有涉及到中国，而修订后的宣言则会赤裸裸地把中国列为所谓的威胁。那么在您看来，日本与澳大利亚签署互惠准入协定后，又会对印太地区的局势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在与澳大利亚签署互惠准入协定，结成准军事同盟之后，下一步日本还准备跟英国签署类似的协定，并结成准军事同盟。这显然也是美国在背后居中调停与撮合的结果。我认为日本分别与澳大利亚和英国结成准军事同盟，这背后不仅揭示出了美国正在构建亚洲版北约的企图，并且已经取得了初步的成效，而且它还意味着美国构建亚洲版北约的策略正在发生重大的转变。过去10多年以来，
美国一直是想把美日与美韩两个同盟捏合成一个大的美日韩军事同盟，并以此为轴心，把区内的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东南亚国家，甚至是印度，还有区外的英国乃至整个北约都给拉进来。不过这一构想，由于美国始终未能说服韩国，韩日两国始终吃不到一口锅里，而无法取得实质性进展。那么现在，随着去年美英澳军事同盟的建立，以及日本已经与澳大利亚建立准军事同盟关系，并准备跟英国也建立类似的关系，美国已经转变了原先的策略，也就是基本上放弃了构建美日韩同盟，并以美日韩同盟为基础打造亚洲版北约的这么一种构想，而是转而以美英澳同盟为轴心，并在此基础上把区内外的盟友都拉进来，也就是要另起炉灶，打造一个亚洲版的北约。而日本就是美英澳同盟将来要扩编的第一个对象，接下来这会是把目标盯上韩国、新西兰、加拿大、东南亚以及印度等国家。好的，非常感谢刘先生在线来和我们分享您的观点，谢谢。据国家卫健委通报，周六全国除港澳台地区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159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64例，本土病例95例，主要分布在陕西、河南、浙江和广东。在周六的国务院联防联控会上，国家卫健委疾控局一级巡视员贺清华表示，目前我国疫情防控总体形势平稳，局部地区出现的本土聚集性疫情总体可控。1月8号在深圳市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上报告新增1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深圳于周五报告2例病例，基因组测序结果显示为新的境外输入引起的本土疫情。在今天的深圳市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上，深圳市卫健委副主任朱武介绍称，1月8号下午，在对1月7号疫情的密切接触者核酸检测当中，新发现1名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据悉，该新增病例为病例2的密接者，近期主要活动轨迹为地铁5号线、10号线等。病例3郑某，1月7日作为病例2的密接者接受核酸检测。1月8日核酸初筛呈阳性，后经市疾控中心复核为阳性，现已转至市第3人民医院应急院区隔离治疗。目前已追踪密接者628人，次密接者379人，均已按要求管控。自1月8日晚21点起，深圳市龙岗区有2个区域调整为中风险地区。1月7号，深圳市在对重点行业从业人员定期核酸检测时，发现2例新冠病毒阳性感染者。根据深圳市疾控中心新冠病毒全基因组序列测定结果显示，2个病例均是德尔塔变异株，2者同源性为100%。广东深圳报告了2例病例，基因测序结果显示是一起新的境外输入引起的本土病例。各地目前正全力以赴采取果断措施，管控风险区域和风险人员，落实重点风险场所和风险人员的排查工作，防范疫情的扩散和蔓延。针对目前疫情防控形势和防控工作，国家卫健委新闻发言人米峰表示，要严密防范境外疫情输入，对闭环管理的全流程各环节进行再排查、再加固。那在会上，我们了解到，目前的全球疫情形势十分严峻，我国外防输入的压力进一步加大。国家卫健委发言人米峰表示，我们要继续坚持外防输入、内防反弹的总策略和动态清零的总方针。